行李箱的密码忘记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今天教你一招，不管哪一种方法的密码，只需要1分钟就能够轻松的打开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平时我们不管是出差还是旅行，都需要带上不少的日常生活用品。为了携带更加的方便，行李箱就是重要的帮手。为了提高行李箱里面的物品安全性，现在的行李箱基本上都有密码，但是时间长了，密码总会忘记，对不对？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只需要1分钟的时间，就能够把密码快速的找回来。我们先来观察一下我们的密码盘，通常是由3个数字组成的，每一个数字都能够转动。再打开我们的手电筒，用手电筒对准密码盘的下方，接着继续的慢慢的去转动。转动，我们能够仔细的观察，发现转动到一定的位置，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缺口的。我们把这个缺口要对准自己，然后再按照其他的这个方法，把另一个2个的密码盘上的缺口也一定要找到，并都要朝到一个方向。这3个密码盘下方的缺口转到同一的方向后，就能够来尝试密码。先记住密码盘同一的缺口显示的数字，比方说这个数字，接着我们再看一下缺口上的另下一个数字，每个数字都需要减1位数，或者是再加1位数。那么呢，我这个就是减了1位数，减好之后再进行第一次尝试解锁，掰动解锁的按钮，这个密码是错误的，不要着急，继续尝试，再将这个3个密码盘统一的减上1位数，就会变成了这个数字，对不对？不一会儿的功夫，我们再去加1位，减1位。如果是加数，后面就一直加；如果是减数的话，这样呢也能够快速的去找到我们的密码。密码盘调好，再继续的按动我们开关的尝试，看一下密码是否正确。如果密码不对的话，再继续减1位数，也就是从原来的数再调成再减1位数，一直像这个样子来回的挑动。这里我一共尝试了3次，我们要专心的去操作，大概1分钟的时间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行李箱的密码。一般情况，利用这个方法最多试个5、6次就可以把密码找回来，方法特别的快捷又简单。如果你在使用行李箱的过程遇到了忘记密码的时候，那么不要着急，就用这个方法，我们可以把密码箱打开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容易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麻烦你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小关注，点个爱心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再来找一个小卡片，卡片需要薄的，但是呢带一点硬度，太软了是不行的。我用的是家里面的这个药片，上面有1层的铝箔纸，但是呢我们要带一点弧度，要是直角带直角的话，我们可以用着比较方便。接着找到我们的密码盘，摄影的里面有一个小的凹槽，插进去之后就像这个样子，来回的试动一下，对比调一下角度，我们的密码背后像这个样子插进去，成了45度的角，里面的是一个轴承，碰到凹槽的时候就会陷进去。对比之下，像这个样子，凹槽下面为数字就有这个数字，接着再找下面一个数字，我们一定要对上成45度的角，如果对不上的话呢，我们来回的换下一个数字，像这个样子，8不行就换9， 9不行就换7，如果7还不行的话呢，就看一下6有没有卡住。找到了这3个数字之后，再来试一下能不能依次顺序进行逆时针的方向，都要退一步，最多把每一位数字拨上1个圈，拨到9圈的时候，像这个样子，就是顶多拨10次就能够打开了。这个方法也是比较方便使用的方法，
很简单就能打开密码锁。成功的打开行李箱之后，那么你就有想要换一个新的密码，增加安全性，对不对？其实更换密码的过程也是特别的简单的。首先需要用手一直按下这个锁扣，保持锁合剥开的状态。这一步是为了让密码锁处于一个可以更改的状态，方便你进行后续的密码设置。接下来就可以自由地拨动我们的密码锁上的数字，将数字拨动自己想要的数字密码组合即可。记得在选择新密码的时候，尽量选择容易记得又不容易被他人猜到的数字。完成密码设置，松开锁，并尝试着用新密码打开行李箱。这一切都正常的话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已经成功的替换了行李箱的密码。行李箱我们该怎么选择？记住3个特点。出差旅行，行李箱选的又好，又便宜，又实惠。第一个就是很多人问我家里的行李箱，家里有28寸的、20寸的，还有22寸的。买行李箱需要考虑轮子的自重，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能承受自己的一些东西，不占用空间。我选择的这个行李箱就是比较能装的，性价比很高。很多行李箱呢造型比较好看，但是呢空间是比较小的。经常出差旅游的行李箱比较大的话呢，携带了不方便，装一点东西也容易满，所以需要更大的空间储存。家里的22寸的行李箱，在国内的短途2-3天用小的就可以，如果是出行10天8天的半个月，就要用22寸的或者是28寸的行李箱。28寸的行李箱好装东西，能装很多东西。它的这个粘骨呢，箱子用了好几年，自重呢也比较好的，随身携带，无论我们去哪里都带着这个行李箱。这个行李箱质量是比较好的，而且我们怎么用也不会坏，大小刚刚合适。拉杆所承受的压力并不是小，毕竟满满的一大箱的东西。托运行李箱的时候，我们在挑选拉杆也比较容易。拉杆要选择结实的拉杆，就是太空铝材质、铝合金材质、铁质的，这样的材质呢质量是比较好的。因为行李箱无论拉多大的东西、多厚的东西都能够全部胜任，也不会拉坏。想象一下，旅游的过程中箱里的东西比较多，万一我们拉杆坏掉了，那行李箱是不是就要抱着走了？用起来不方便，对不对？这样就会给我们的旅途带来一些烦恼问题，特别的不爽，是不是啊？以后挑选行李箱呢，就是这个方法挑选，保证挑选的行李箱真的是非常好的哟。朋友们，今天的小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真心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